歡迎大家又回到我的頻道。然後這一集呢，就講一些我們馬來人相信的一些中文叫降頭術，英語叫做 Black Magic Curse， 馬來語就叫做山道。然後可能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我是沒有看過這麼邪門、邪惡、惡毒的一些詛咒或者是降頭術，因為呢，這是接下來的這個故事，我要跟大家分享是很多年前發生，這個是從我的一個比較有年紀的師兄那邊分享回來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他們講的這個山道，就是這個 Black Magic Curse 呢，只有在80-90年代或者是beginning of 2000，就是2000年的這個前期那邊比較常見，但是現在已經2026年了，所以這種所謂的 Black Magic Curse 是極其少數的所謂的師傅會做，因為都是老一輩遺傳下來的。這個故事呢是真人真事，可是不是我本身，是我的師兄他自己本身有就是治療過的一個病人。最誇張的是到最後的時候，這個病人他在很短的時間裡面離世。然後先跟大家講的這個邪惡的術是什麼樣的一個降頭術吧。首先呢，這個所謂的降頭術呢，它是極其邪惡的，因為它的最終目的呢，不是要讓你死，它是要讓你慢慢很痛苦的去死，然後它要折磨你一個好数十年。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比起你被下死降了更加殘酷的一件事。我個人認為啊，能夠去找師傅下這種法的人，一般只能說有10冤9仇，或者是人家殺了你全家，連你的狗貓都不放過的時候才會用的東西。但是這個故事呢，真正的是發生在90年代末的時候。然後我這個年長的師兄呢，他就告訴我，他就有一個 case。首先呢，這個山道是它是有分4個 element， 就是它4個 element 裡面有包括什麼呢？就是包括山道tanah，就是土的元素，然後山道air，就是水的元素，然後還有山道api，就是這個火的元素，然後還有山道angin，就是風的元素。然後它的每一個症狀呢，就是你們可能到家裡面，或者是比較普遍的認為它就是中了牛皮降，所謂的可能在東南亞這裡比較常見，但是在其他地方的話可能比較少見。這個 case 呢，他剛開始的時候就是這一個老人家就誇張到怎麼樣？我師兄講的那些個案，每次我都會先翻一個白眼，而不是就是說哇，怎麼這麼神奇，居然還有這樣強的降頭。我是覺得非常不符合科學。就接下来我跟你們分析的時候，你們就會懂我為什麼覺得非常不符合科學。因為我師兄講的那些所謂的個案，不是飛檐走壁啊，就是各種各樣用科學完全就解釋不了的東西。他說有一個將近70歲的老人家，就是跟他預約了，就是要被他治療。可是很奇怪的，就5分鐘 before appointment 去到他家的時候，他在老遠那一邊都已經聞到這個屍臭味，就是好像屍體腐爛的味道。他就講這個事主可能他有很嚴重的這個降頭術，可是他不知道確定是什麼。然後這個人就來了過後呢，第一件事他非常明確的看到這個人的手腳腳就是有腐爛的狀況，這腐爛的狀況是很嚴重的，甚至乎他有看到某一些部分是有蟲，然後他的肚子是很脹的，可能他也比較老，就他分不出是他有一個 fat belly或者是什麼，但是呢，他可以確定的話，他就是中了這一個所謂山道tanah。山道tanah就是土的元素，土的元素呢是跟死屍啊、屍體啊這些是有關的。然後如果是水的元素呢，一般你會看到這個人的肚子就是
腫脹起來，就是裡面好像有很多水這樣子的，就是傳說中的牛皮漿這一些啦。過後這個人就跟他講，我得了這個病已經有差不多7、8年了，可是我尋遍所有的就是師父呢，他們都沒有幫我醫治好這個病。然後最神奇的點是什麼？因為他本身是開architecture firm， 就是那種繪畫圖的 architect，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 architect。然後他這麼多年7、8年裡面，他不能離開家，因為他有這個好像屍臭味，就是他可以的話，盡量就是可能1年只去公司露個臉，還是怎樣，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他就尋遍了所有的醫生，他去醫院檢查的時候，神奇的一幕發生。他講他身體就是已經腐爛成這種程度，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他的腳一踏進去那個醫院的門，然後他的這個身體的腐爛會立刻消失。我講有沒有哦這麼誇張？然後他去醫院，醫生要怎樣檢查？你基本上沒有任何症狀，你變回一個普通人。就是他一離開醫院的門，或者是走不久或5分鐘過後，那些所謂的斑點啊，什麼腐爛的地方又會重新再開始，就是浮現在他皮膚上。然後他就找了各路大神，一直找不到任何的解決方法，因為畢竟醫學，你去做什麼 CT scan 啊，各種各樣的驗血，才去到這個醫院或者是哪裡診所，都看不到有任何症狀。所以就困擾了他7、8年，而且他被這個病呢折磨到好像一個活死人，就是 zombie。到最後他找到我的師兄的時候呢，他就是已經被折磨得很慘了，就可能他公司是可以賺到錢，因為他還可以繪畫那一些，可是他就是好像一直覺得很痛苦的活着，雖然他的公司可以賺到錢。然後師兄就問他說你有沒有得罪過什麼人？他就講沒有啊，我是好人。師兄講當他的每一個病人前來跟他講我是好人的時候呢，他每次都很有保留。他基本上好人一般做好事都不會講自己是好人，然後只有那些心術不正的人就一直需要有這個所謂的反應，強調自己是好人。所以我到現在沒有強調過我自己是什麼好人，就是有時候我覺得我做了一些好事我都忘記掉了。話說回頭，這個故事呢，他就講沒有，因為我是好人，我每年有去捐獻什麼給錢啊、孤兒院什麼的，就是我做了蠻多好事了。他就這樣子回復他，然後他就沒有講什麼。他問他，你可以治療我這個病嗎？他講我可以治療你這個病，但是當你一好的時候，你的壽命只剩下1個月是最多，再不然就2、3個星期就要走了。我問師兄為什麼就是他只有這麼短的壽命，因為他講這個山刀已經就是吃進他的身體骨髓裡面，在某種程度上，它裡面的這個所謂的身體已經壞掉了。這1個月的生命期限，它將會完全好，然後沒有這個問題，然後可以讓他去交代後事。因為畢竟他也是一個老翁，就是將近70歲。他如果可能，他講年輕一點的話，可能20、30歲，他還有這個機會去恢復他的身體的這些所謂的 physical health issue， 但因為已經耗了7、8年，就沒有這個機會。然後他問他願不願意，他就講我願意，因為起碼我有一個正常人的生活，然後我還可以交代我的後事。然後他也沒有再講什麼，他就繼續給他治療。治療完第3次的時候呢，就是第4次他去見我師兄的時候，他就講其實你問了我這幾次啊，我一直想我這麼好人都沒有得罪過誰，但是他講唯一能夠想起的一件事就是在我比較年輕一點的時候，我的公司裡面曾經來過一個architect， 然後他的繪畫的這些圖什麼所有東西呢，其實都比我畫得好。然後他們就公司接了一個 project，
這個 project 呢，就是他這個所謂的病人，他自己看完他繪畫的圖，就覺得哇，真的比我好10倍這樣子。可是哦，他因為某種原因，可能就是自己的私慾吧，可以這樣子講，他就 make sure 他做任何的東西 to make sure that he will do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to make sure 他這個草稿這個繪畫的所有的作品不會被他的 client 看到，然後他就通過某種手段，就是把這個所謂的 ex-employee 的這個繪圖就全部壓下來，然後他到最後的時候呢，當他 present 這個 plan 的時候給他 client， 就是他這個病人本身自己的繪畫圖。然後這個 ex-employee 就是他的前員工呢，就受到很大的創傷。所謂很大的創傷，就是他離職還是什麼，就沒有再聽到任何的消息。然後他講，我唯一想到我對不起的一個人就是這一個人哦。然後講師兄就講，對的，就是他。可是他講他們已經失聯了，他不用緊。就是你會找到他。我的師兄告訴我，這個人，你的前員工，他是在怡保的某個港崩，就是窮鄉僻壤。我心想，哈，為什麼那個人的天賦這麼高，他自己出來開就好了？然後他就很確定的跟這個老頭講，你要去跟他去某某地址跟他講，你很對不起他，然後你要。真的，如果他要你跪下來原諒什麼，原諒你也好，什麼都好，反正你就是要很誠心的求他的原諒。你們先聽清楚哦，就是我們要做這個解決的方案之前，你要去找那個你對不起的人去請求他的原諒。然後他就真的是自己駕車去到這一個所謂的港崩，就是一個窮鄉僻壤，然後找到了這個人。然後大家都可能年紀都，因為這個老頭他70歲，可能他在50多歲的時候發生這件事，就已經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大概有10多20年。就是他覺得很突兀，這個人要求他原諒。他首先不是問他，是不是你下我這個這麼狠毒的什麼3刀的這個東西？他是講，首先我真的愧疚你。他就講起當年的那個。圖案其實因為他嫉妒他，他覺得他畫的比他自己好，所以他就沒有 present 給他們的 client 看這個整個 project 的 plan， 然後他通過某種關係把它壓下來，就各種各樣的這個不要讓他就是給 client 看到，然後他就講我今天來是真心請求你的原諒，因為我整7、8年裡面都活得像一個活死人，就是我非常的痛苦，我希望你能夠原諒我。然後這個人突然間崩潰，就是那個前員工，他直接在那邊爆哭了。他就講，對，當年就是因為發生了這件事，你阻止了我的所謂的這個事情呢，我覺得就是我非常把你恨之入骨。然後他就在怡保，還是哪一個州，他特地去一個鄉村地方去找了 Orang Asli， 就是原住民，去給他下了這個3刀的東西，就是這個降頭。然後這個老人家就問他，我現在真的很慚愧啊，希望你能夠就打從心裡的原諒我，我們可不可以就是去找這個下這個降頭的人？他說好，我帶你去。結果呢，因為時間過了10多年了吧，然後這個降頭師就暴斃，很多年前他就已經暴斃死亡了，就這個原住民就沒有在了，因為他們真的是去到這個山巴去找回這個下降頭的人。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因為我的師兄講，通常啊就要解這種降頭啊，最好會去找回他的源頭，就是那個下降頭的人。如果找不到像這種情況走掉的話，就我們需要用更加複雜的程序去幫他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最快的方式就是找到那個下法的人，然後給錢也好，什麼都好，叫他就是把這個降收回來。
可是很不幸的，這個下降頭的降頭師原住民他已經走掉了。然後一般呢，就是做這種這麼狠毒降頭的人啊，他們都是很容易就暴斃了，因為是很毒的一件事來的。就是我師兄講，如果你給人下死這樣，你一下子意外車禍死掉還好，就是這種真的是有什麼殺你全家這種很大的仇恨啊，或者是你被搶了，然後人家還要殺你整家還是什麼，就是他講這個是很毒的一個東西來的。但是他講像我們現在這個2026年已經沒有什麼人會下這種法，因為會這種法的師傅一般都已經走了七七八八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擔心會被下這樣子的東西。他就講 OK 好，他們沒有辦法找不到這個降頭師，他就回來了 KL， 然後那個男的就是他前員工，其實就留在了那個一個有點破爛的地方。這個整個故事呢，其實讓我的感想還蠻多。就做我們這一行呢，多多少少都會遇到很多很莫名其妙的人，就可能看你比較紅啊，或者是比較賺錢啊，還是什麼，他們就會很有的沒的，就覺得自己會下法，要給你下一個什麼法，或者是在我人生裡面有很多人，就是對不起我覺得在當下的那一刻啊，我是可能會罵罵咧咧啊，就可能罵出口啊，或者是詛咒一下這個人。但是我永遠覺得我的情緒發洩出來了，我就不會再去恨這個人，因為我覺得你恨這個人，等你跟自己過不去。畢竟你要做的是你成為你自己的人生大贏家。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什麼傷敵一千，自損800這樣子，折了婦人又折兵，根本就是兩敗俱傷，沒有一個人得到好處。你看他那個前員工哦，以他的天賦啊，這麼會繪圖，或者是他的這個所謂的 presentation 這麼好，他自己去開一家啦，自己的公司也好，他去幫更好前途的公司，他今天也不会活得那麼慘，就是在霹靂州的某個小鄉下那邊，也沒有賺很多錢，他也沒有活得很好，就是他也沒有活得很風光。以他的能力都已經這麼強，他不去做這件事的話，可能就是他已經很成功了，說不定現在已經是什麼 award-winning title 的 architect 啊，有幾間分行啊，就賺很多錢了。畢竟你這麼 talented， 對吧？我覺得一個有實力的人根本不需要去在意別人怎麼讓你去受委屈，你總有一天會發光發熱。這個老天爺是公平的，可能做壞事的那個人現在報應還沒有到，數十年過後，大家都快要走的年紀，就可能70-80歲，他們要受的苦你也可能看不到。所以在我角度來講，我發洩完我的情緒就可以 move on 這個 chapter 了。可是你看哦，他非但沒有活得更好，連他這個老頭到70歲還要承受7-8年的這種所謂的屍臭腐爛的這個 zombie life， 到底誰贏了什麼？就是這個老翁他在這麼多年7-8年裡面，雖然他的 architecture firm 是有賺到錢 ，but you know what? He was worse than death， 就是他比死更要痛苦。你要想一下，我師兄是直接告訴他說，你被治好的1個月裡面會死亡，就真的他在3個星期後就走掉了。可是是很 peaceful 啊，因為他已經沒有這個病情的折磨。還有就是他可以交代完他想交代的東西哦，他也覺得他很累了，他要就是放下所有這個怨恨還是什麼。其實我在這裡忠告大家一句啊，就是身為所謂的修行人、通靈師啊，什麼乩身什麼都好，其實哦，我的老師傅有講過一句話，就是無論你的法力多高強啊，你終究會有老的一天，就壞事不要去做。這個老天爺是有眼了。你們可能覺得為什麼好人早死啊，壞人就留下來？有時候
很難講的。就有時候這個壞人要到最後的時候才衰收沒廣的話，那個講就是意思就是可能他要臨終前才慢慢 suffer 那幾年，就要死不死，吊着最後一口氣，然後被病痛的折磨。這也是我為什麼很多人覺得我講話很冷血啊，其實很多時候我只是宣泄我的情緒罷了。這個情緒宣泄完了過後，我是不會去想就有這個心機要去怎樣害這個人啊，要怎樣就是在熒幕前面講我有就是幫誰做了什麼好事啊。其實講真的，很多時候我做完好事我真的不記得，有時候是網民回來或者是粉絲回來提醒我做過什麼，然後來感謝我。我的方式是罵罵咧咧，可能其他人的方式是去做運動，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你們應該就是做的事情就是以一個 positive 的 way to live 这個不好的東西，就是不好的一個經歷。因為 irregardless 這些對你不好的人，他們會讓你更加有毅力，就正面的反思是更加有毅力去活成最成功的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就是花費这個時間還有錢，就故意去到荒山野嶺森林裡面找這些什麼降頭師。像我們年代已經不一樣了，就是你與其浪費這個時間或者是這個精力還有這個錢這個怨恨去做這個下降頭的東西，我覺得啊，你倒不如就是去找這些高人，讓你自己變得更加強大，或者是你就在從這些不好的經歷裡面就是成長，就告訴自己，我在這裡學到了什麼。原來這個世界有這麼爛的人，就是明明我的 talent 很高，然後他就自私自利，就把我的東西就埋沒了。真的，如果這個前員工呢，他可能怨念沒有這麼重的話，他現在應該比這個所謂的老頭更加成功，或者是更加有名了。我呢，在這裡奉勸大家，就是傷敵1000，自損800這種東西就不要做了。尤其是有法力的人，你們不要認為自己我法力有多高這樣子，然後就隨便就做這個人。我覺得這個天道輪迴有這個宇宙的一個規律，就是有些東西呢，你做了就做了，沒有的後悔。就是你不要到了你70多歲的時候，就像這個老翁，他才來懺悔自己當年做過的東西，可是他已經就是浪費了7、8年，或者是整10年，去很痛苦的活着。所以了，就是你們那些酸民要講我的，可能你們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其實真正狠的人是不會罵罵咧咧，那種很狠的人，他們是靜靜做事的。就像他這個前員工，他是一個很文靜的人，可是你不會想到他這麼狠心去，就是找一個人下他最狠毒的降頭。在這個網絡發達的年代，尤其是現在我們就是很多群魔亂舞的這個時間點，大家真的是要學多一點，聽多一點，看多一點，然後就算今天吃虧了，就認栽，就接受這個事實。OK 啦，我認栽，我給這個人辜負了，我覺得我自己還蠻輸得起，就是沒關係啊，我就是被捅了一刀，沒關係，就是我做我該做的就好了。就如果你們這種想要去報仇還是什麼，冤冤相報何時了，真的大家沒有任何的益處。我覺得反而你就是如果是真的沒有做錯的那一方，你被別人就是 let down， 或者是 people wrong you， 你們真的要相信這個天道輪迴，這個老天爺是會有他的，這個宇宙也會有他的一個定律的。就focus 在你自己的身上，然後 forget about everything else, just move on for your life。當然，就是每個人都有情緒，我覺得你的情緒發洩完出來，然後就不要一直 stuck 在這個 past， 就 move on 好了。反正 anything that out of your control， 你自己控制不了的，那你只能做好自己而已。所以今天就講到這裡啦，希望大家從這個故事裡面有學習到一些東西。如果你今天真的是
有什麼怨念或者是恨啊，或者是這個那個啊 ，forget about it。因為我相信老天爺 ，you know it will return you something in other way， 就只能這樣子講哦。OK，see you guys。